今年这10万级的小车是要考研嘛？什么外观漂亮、空间大，都是基本操作不值一提的。你敢信吗？现在10万级的纯电车可以换电了。那我早几年花50、60万买某来 ES8算什么？算我是大傻逼。全新的极狐 S3啊，这款车型虽然说命名上比 S5的数字要小一些，级别理论上也应该低一些，但是实际上它的整个车身尺寸是比 S5还要大的。但是据说价格有惊喜，应该能比 S5更有优势一些。颜值方面啊，这个比较主观，我让摄像老师放正面、侧面、后面的镜头给大家来静静的感受一下。不知道你们看完什么样的感觉啊？我自己是会觉得这台车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，比如说是小米速7，还有上届 Z7，有一种非常年轻的轿跑的风味在，并且它的尾翼我觉得还是挺有特色的。但是啊，不管是刚刚提到的小米速7还是上届 Z7， 它们的售价都是20多万。这台车资料里显示10万级，确实有种花小钱办大事儿的感觉了哈。相似的颜值，非常漂亮的外观，但是它的售价直接给你打个5折，想想都觉得很值。那极狐 S5还有一个非常特色的功能啊，就是它是提供换电版本能够选择的。它这个换电是跟宁德时代合作的，可以在巧克力换电站99秒迅速补能啊，换完电之后续航直接来到535公里。如果说呢你不需要换电，它还有充电版本，那2个版本的续航分别是560公里和660公里，全部都是纯电的啊。那你看像是 S5的话，其实目前还是有增程和纯电可以选择，不知道这台车未来会不会推出增程版。但是我觉得如果说它的换电版本普及开来，大家使用上也比较满意的话，其实我觉得选不选增程都无所谓了，因为你不需要下车，不需要插枪，不需要等待，直接开到换电站，直接能够实现补能，你还费那个劲去加油干嘛？座舱内部啊，我觉得就是常规家用电车的一个布局，没有什么特别出挑的地方，但是也足够实用。一个尺寸较小一些的仪表盘啊，这个液晶仪表是放在方向盘上部中间的，所以你在开车的时候就不会被遮挡任何的驾驶相关的信息。那这个方向盘也是一个双拼色的配色啊，常规手容易碰到的地方它是黑色包边的，你就不容易把它弄脏。其他的位置做了一点白色的点缀，整个内饰其他部分的颜色搭配大概也是这样，就是你能够通过浅色获得一些轻松愉悦的氛围，但同时从实用性上来说，这种黑色部分啊，尤其是常跟我们皮肤接触的一些地方，尽量深色的比较耐用。中控屏的尺寸还是挺大的啊，而且我们操作起来它也非常的丝滑流畅，所以你听歌看导航这些都不是问题。往下方有实体的空调出风口，但是空调相关的操作按键是在屏幕当中的，还有2个手机槽，靠近主驾这一侧带无线充电的功能，往后2个常规的杯架以及一个扶手箱。扶手箱的空间啊，肉眼可见还是挺大的，所以储物空间这块没有什么问题。以及这一块中控台下方也预留出了一个巨大无比的槽，放个鞋、放个包什么的都 OK。座椅接触起来的填充物的软度啊，也是比较不错的，能够给你整个身体有一个很好舒适的承托。那还有一个点，我觉得是对于南方家庭来说很重要的，这台车它有全景天幕啊，1.1米，你就会把它全部打开之后感觉很通透，但是它给你配了电动的遮阳帘，所以我觉得几乎是听到了用户心声的。因为这种带大天幕的纯电车型，夏天在南方行驶真的非常的热，本身你的这个车身造型啊，做的这种流线型，就会让你感觉头顶是离天花板比较近的。那如果这一块只有玻璃，没有任何的物理遮挡，真的非常烤得慌，你恨不得打把伞或者戴个草帽开车。有了这个物理遮阳帘之后，你再开点空调，那就整个凉爽很多了，就不会觉得那么的憋闷。这台车的轴距啊，2876毫米。放在油车时代，这个数据比什么迈腾、凯美瑞这些大家耳熟能详的 B 级车还要宽敞，所以坐在这儿的感觉，你就会觉得后排空间无敌的巨大，有点像是咱们打车，你不说是轻享啊，已经达到了一个专车级别的宽敞。这个后排就是非常的尊，因为它足够的大，再加上它的坐垫足够的长以及足够的软，所以坐在这儿确实乘坐体验是非常不错的。但是有一个点啊，就是它的后排坐垫
相比前排会高一些，然后后排的天花板呢相比前排又会更低一些，所以你就感觉头顶空间稍微离得有点近。如果家里边有大高个需要坐后排的话，我建议大家还是去店里边实际体验一下，看看坐着满不满意。那其他方面，我觉得是可以给打一个很高的分数了啊！这家用车当中，这个空间真的特别无敌。这台车呢，不仅后排空间巨大啊，它这个后备箱的空间也非常大。你可以看到，整个开口看似平平无奇，但是它的进深非常的离谱啊！我目测至少是在1米以上，所以你就可以把这个后备箱分作2层来使用。比如说你靠近后排座椅的，就是往里边那一层，你就能放点平时这个扫车的工具啊，或者说一些纸巾啊、一些玻璃水啊，完了矿泉水瓶什么的，你往里头推一推。外边这还能再有一层，能放下一家人的行李箱。目测啊，就这一层的空间，你再放个5、6个行李箱，那不成什么问题。因此，你不管说是长途去玩，还是说你平时日常家用，你不想来来回回的搬东西呢，这个后备箱都是可以满足的。这一次静态品鉴啊，其实我也没有拿到太多关于这台车动态方面的信息，像是这台车究竟是几电机，加速能力怎么样，什么样的一个悬架结构，以及什么样的一个辅助驾驶的配置，其实我暂时也是不得而知的，跟大家一样非常的期待。那如果说等到过2天的北京车展上，其实它就会正式开启预售，到时候就会有更多的信息可以分享给屏幕前的各位，所以大家可以留守关注一波。如果说你正手握10万预算，考虑买一台家用的纯电轿车，感觉这个比亚迪秦 L 有点老气，那小鹏 Mona M03 的智能化和驾驶质感又差强人意的话，极狐 S3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